哎，你说我一天叭叭叭的，总唠以我的视角看我老公这个外国人我看不懂的那些事儿。那你说我老公看俺家人以及铁岭人有啥看不懂的点没呢？我昨天采访他了，的确有需要探索的未解之谜呀。第一个问题，为什么山上的老爷爷和老奶奶们那么喜欢打自己？我老公有一次一大早上让我爸叫起来，上我们铁岭秀丽的龙首山上去晨练。我老公呢是个夜猫子，所以我爸5点钟叫他起来，对他来讲吧，就相当于午夜神游吧，就是虽然人醒着，但是很恍惚。结果这一上山，哎呦我的妈，差点让这帮老头老太太给吓过去。俺几个当时是往山上爬，正赶上这帮老头老太太下山。哎呀，这个壮观，一个个也70、80岁了，甩手的、喊天的，手里挥着响鞭的，撞树的、倒走的，朝着朝阳颤抖的，击掌的、小跑的，薅着拖布狂草的。尤其是撞大树、玩鞭子，还有拿拖布在地上写龙，这几个正经给吓够呛。完他下山之后回家吧，他睡个回笼觉，醒了之后就高低认为这是一场梦，一场玄幻的梦。梦游东北花果山，满山都是活神仙，圆形灌木能冲肩，双手甩到上青天，每隔10秒一叫唤，夕阳无限已成颠。他的第二个问题是，为什么铁岭的亲人们喜欢在睡觉这个问题上自残？你们家长有这样的没？就是有床不睡，愿意跑地上睡觉去。我妈就这样，冬天地热一来，就爱跑到大厅地上睡觉。我老公有一次半夜起来上厕所，发现外面一个身穿白色睡衣的女人在大厅的正中央躺溜针，给吓尿了都。第二天问我咋回事，你妈梦游，就是游到哪儿累了就地就重新睡。完我妈说的，我不爱睡软和床，不解乏，我就爱睡硬地，能直腰。我老公是完全理解不了什么叫解乏，什么叫直腰这俩概念。反正呢，也不能怪他听不懂。当今世界的总体趋势确实是，越有名气屁股越大，越有流量下巴越尖，越有资本本都越鼓，越有财富床垫越宣嘛。他是没想到我妈打拼大半辈子涨个大房子，最后整出4个卧室搁那摆着，完自己跑到外屋地上睡觉。这不冬天嘛，咱就说夏天，他本来吧睡得挺好，然后有一天我妈觉得天太热了，就把他床上这套设备都给换了，给他换的硬的薄床垫，然后铺的是竹凉席，然后还给他安排俩玉石枕。刚开始吧，我老公一看哈，老兴奋了，还照照片，觉得这一套设备特别东方，特别古韵。但是他其实没看明白，他瞅这俩玉石枕哈，他以为是俩凳子呢。完问我，哎，就我这屁股这老大，你妈给我买的凳子就这一长条，我是横着坐还是竖着坐呀？还是说这玩意儿有奖？咱说一对龙凤呈祥得拼到一起坐，是不是可以拼一个太极八卦啥的？完可以改善一下我的末梢风水。我说这玩意儿是给你整的。我老公犹豫很久，最后反正是躺下了，躺下就开始叫了，这什么玩意儿？这是睡个觉跟做磁共振似的，这不活遭罪吗？我说你难受你就起来呀。他说的，你妈买的竹凉席吃过肉，我现在动弹不了，不信你看看，现在这竹节里头肯定全是我汗毛。我说你别吓人呼啦的，结果给他薅起来，我一看哈，真的就他这满身金毛能让我妈这竹凉席给薅下去2两。完我老公不就睡了2礼拜的竹洗玉枕吗？人都睡瘦了，跟我妈说要换。我妈说这玩意儿多好啊，败火透气的。再说你瞅瞅你那脑型，顶个大南北头，人都到沈阳北站了，后脑勺还给加大呢，自己不绞呢，赶紧用那硬枕头板板吧。这事儿过去好几年了，到现在他还在纠结自己为什么被叫做南北头，还经常跟其他老外讨论这个学术问题。我老丈母娘管我叫南北头，说我这个距离比这个距离远，但是我不明白，那我要是动弹呢？就我这个长直性坐标如果指向了东西呢，那我怎么还能叫南北头呢？那不对，那你是没听明白，你这个造型你咋做也是南北头。我觉得我明白他的意思了，你看我没有后脑勺，我这下宽这下窄，我觉得我是东西头啊。你没有后脑勺子，那你这脑型得治，怎么治啊？你呀，你到铁岭你提我名，在龙首市场给自己整一对玉石枕，晚上夹你脑袋睡觉，很快就给你夹成南北不是东西了。今天咱们就来讲一讲苏格兰男人和他的小格裙儿。这是一个有故事的男人的味道，也是一个有味道男人的故事。总之是一顿妖艳的红尘在坊间传至。你知道苏格兰小裙是咋穿的吗？我以前只是听传说，从未被认证。那天我被认证了，苏格兰小裙的穿法确实是真空穿法，就是里边啥也没有。就话说我不是北上苏格兰，在格拉斯哥参加吃鸡大赛的过程中，邂逅了一群彪形大汉嘛。就因为我这个蜀身虎胆，被这群好汉带上梁山，就地安排喝了一顿嘛。这其中不是有一个人告我说的，明天你那个参加婚礼，大伙都喝高兴了以后，离穿小裙就远点嘛。这个人呢，他姓 Sex， 就是咱们就管他叫老赛。
这苏格兰这小裙子虽然看起来很骚气哈，但实际上它的这个材质特别厚实，特别板正，然后做工很精致，对这个材料的要求也非常高，所以它成本比较高。很多年轻人哈，我知道的很多年轻人去参加那个重要场合的时候，他这个小裙都是租的。10年前老赛办婚礼呢，就他这小裙就租的，他的未婚妻也是租的，不是他未婚妻的婚纱也是租的。然后婚礼的头一天，这不单身派对嘛，老赛就领着他这帮狐朋狗友们，这帮傻狍就去吃印度餐去了。为啥我说他傻狍呢？我在重要场合之前从来不吃印度餐。印度餐，火焰山，肠中往事一锅端。然后第二天婚礼嘛，婚礼的第一场呢是在教堂，这个非常正式、非常圣洁的这个环节。这环节结束了以后呢，一般都赶第二场，到第二场就开吃开喝，然后就开敬酒，然后就开跳舞。这场就比较欢实的这一场。然后到了第二场以后呢，大伙就开喝嘛。然后这个环节吧，就往往安排这个新郎和新娘跳结婚之后的第一支舞。这第一支舞往往就是最浪漫的一支舞嘛。我的朋友第二天也跳了，但是他俩这第一支舞让我给毁了。完事我要说回来啊，完事他俩这个老赛呀，就和他媳妇就要跳这第一支舞，他俩跳的就特别不和谐，你踩我，我踩你的，就跳不好。然后他朋友不知道为啥突然间就起个哄说：“你拉倒吧，老赛，要不然让你媳妇抱你跳吧。”我跟你说，喝到量的人，他身上最大的危险属性是啥呢？就是他不一定突然之间觉得什么事儿有意思。这老赛就是当时到量了嘛，就突然间觉得这个倡议太有意思了。啪嚓一下就过去抱他媳妇大脖，一下给搂住了，然后跳媳妇身上了，给媳妇压坐地下了。他呢就是之前喝的这个啤酒一刮，完再加上他跳他媳妇身上，他媳妇砸地上的这一蹲，再加上大伙儿一群人的一大笑，这个刚结婚2个小时的一个婚单人就发生了第一次暴露，就长征往事一波波。之后都发生了啥呢？就具体情景你就可以自己脑补了。但他还跟我装人，没给我提一个事儿，他朋友给我爆料的，就因为他这个苏格兰小裙的特殊穿法，就真空穿法嘛，就是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亦非台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染尘埃嘛，对不？他第二天居然抖了抖了，扑了扑了，这裙子居然退回去了，他不租的吗？押金都拿回来了。他媳妇这婚纱那完了，事儿在这个小镇的知名度呢达到什么程度呢？就他媳妇这婚纱退不回去了吧？而且他媳妇留住了，就花钱买了，没办法，花钱买了，把这婚纱留住了，之后往出免费租，都没人碰，都没人问。而且我听完这故事以后哈，第二天我参加婚礼，我看着穿小裙的，我都保持社交距离。就算穿裙子这个人啥也不干，你知道这裙子的上家是个什么冤孽呀？哥多说一句什么呢？我姓赛嘛，就他后来都管我叫赛喷泉。但是我说啥呢？我无所谓，就你嫂子也好啊，你哥也好，就包括你，还有这个加拿大友人，就是这个叫啥妹夫，就包括你俩都算在内。就是哥要说啥呢？就不用后悔，想开了有啥呢？不后悔。我没离吗？不后悔。人间不值得。